徕卡 Q2 Monochrome 发布有一段时间了，它是徕卡产品线里边全画幅不可更换镜头 Q 产品线里边最新的一款，也是徕卡 Monochrome 纯黑白相机里产品的第4台。为什么徕卡这么热衷于制作黑白相机？黑白摄影有什么地方让人痴迷？短短几周下来啊，我从开始的兴奋到后来的，让我们来聊聊这台相机。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我是大马猫本。它的外观啊，跟 Q2 几乎一模一样。徕卡相机的外观设计一向都是精致而且低调。Q2 Monochrome 在低调方面啊，更是做到了极致。它特意取消了徕卡机身上所有标志性的颜色，比如像正面骚气的这个徕卡的红色可乐标，比如像镜头上焦距那个黄色的刻度，还有红色的那个自动曝光挡的档位。整个机身呢，始终如一的黑白两色，这让我拿起相机第一反应就是揉揉眼睛，是不是手机看多了变色盲了？它只有在机顶特别不显眼的位置呢，雕刻了 Monochrome， 暗示这台相机的低调和它的骄傲。机身涂层呢，经过哑光的处理，使用之后呢，不会留下指纹。它配有一枚 Sony Lux 28毫米 1.7 光圈的自动对焦镜头，切换成手动对焦时候呢，这个手感丝滑顺畅，还有非常细致的阻尼感。在手动对焦时候呢，也可以给摄影师特别精确的反馈。镜头呢带有微距的功能，最近可达到17厘米，但是呢切换成微距模式之后，最大光圈就减为 2.8。不过也对啊，真正拍摄微距反正是要收光圈来保证适当的景深的。自动对焦还带微距，这可能是很多硬核徕卡 M 的用户也会眼馋 Q2 的原因吧。您别急，徕卡最新发布的 APO 35毫米 M 卡口这个镜头最近也带30厘米的微距，但是那个价格嘛，呵呵。Q2 Monochrome 啊，本身是 IP52 的防尘防水设计，能够应付一般的小风小浪。它的操作布局呢，也跟 Q2 是一模一样的，还带触摸屏。菜单简洁，操作明了。在没看说明书的情况下呢，我也可以快速上手。总之呢，这是一台纯粹、低调，可以抄起来就用，适合每天出去风、出去浪的机器。徕卡在2年前推出 Q2 口碑其实非常好，现在 Q2 依然是非常受欢迎的产品。徕卡这次信心满满推出黑白版的 Q2， 注定黑白摄影有它迷人的地方。那么咱聊聊重点，您觉得黑白摄影容易还是彩色摄影容易？咱弹幕上走起来。徕卡 Monochrome 黑白机啊，从最早的 M9 基础上的第1代，经历了 M246、M10 Monochrome， 到今天的 Q2 Monochrome 已经是第4代了。徕卡在做黑白机这事儿上啊，是越来越上瘾。黑白机并不是把相机做个去色就那么简单，它的成像元件 CMOS 是专门设计制作的，在物理结构上呢，去掉了像素前面的色彩滤镜还有低通滤镜，所以传感器上的每一个像素点都是直接获取影像的亮度信息。这让 Monochrome 机型有2个特别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第一，没有 CMOS 色彩滤镜雁过拔毛吸收宝贵光线呢，所以在拍摄高感的时候，图像的噪音会更小。第二呢，也就是不会因为差值运算而损失分辨率，画面细节更丰富。而这2个优势是我亲身有感受到的。Q2 Monochrome 的感光度从100到10万，是徕卡全画幅产品线里边感光度跨度最大的相机之一。因为没有这个彩色滤镜，所以呢高感呢比 Q2 高了一档，达到了10万。黑白相机的高感那怎么说呢？其实数码相机的高感这种涂抹感和胶片的这个颗粒感看起来还有很大区别的。但是以我自己的标准来讲， Q2 Monochrome 的高感呢可以在12500的时候依然可以放身使用，足可以应付暗光的环境。当感光度降到3200以下的时候呢，各档位之间的画质呢，我觉得没有明显的差别。这对于画质有要求的朋友呢，可以放心使用。其实说到高感，我不是那种月黑风高喜欢拍摄暗光线题材摄影师，但是高感对我来说呢，尤其是这台相机还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这台相机最擅长的是什么呢？街头摄影还有家庭记录，这讲究一个快。怎么才能在确保抓拍的时候不失焦？我这有个小经验，就是您可以把光圈收到5.6或者 f8， 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适当的景深。
基本上在户外2米到无限远，室内0.8米到2米的这个范围之内呢，焦点都是清楚的，所以根本不用担心脱焦的问题。同时呢，您可以把快门速度固定在250分一秒，所以基本上能够应付所有需要快速抓拍的环境。至于曝光呢，你就让相机放在自动 ISO 100到12500之间任意调动即可。其实高感的意义呢，不是说我能在多暗的环境下拍摄，而是呢，从明到暗我有多大的机动的拍摄的空间。黑白相机是不需要进行色彩差值运算的，所以影像的精度呢就更加细腻，这样 Q2 的内置数码变焦切换的功能呢有实用意义。数码变焦说白了就是裁切，原本的28毫米镜头可以裁切为等效的35、50和75。裁切之后呢，35毫米依然还有3000万像素可以用，这比我的 A73 全画幅2400万像素还要高，所以我就可以把 Q2 当成一个35毫米定焦相机来用。50毫米呢还有1470万像素，75毫米居然还有660万像素可用。如果你要拍摄 DNG 呢，就保留所有4730万的像素，后期再做裁切。数字裁切功能我不是没有用过，像奥林巴斯2倍，索尼的1.5倍，但是 Q2 这个锐度爆表的镜头加上4号变线 CMOS， 让我觉得它的裁切特别的踏实，它真的能给你一张锐利清晰、感觉不到牺牲画面的这个图片。从这个 Q2 一键切换裁切呢，你可能够明白一个最基本的摄影原理，就是透视关系只是与人物背景的位置有关，跟你使用什么镜头没有任何关系。您用28毫米裁切成75毫米，跟您直接用75毫米透视是一模一样的。出色的高感还有惊人的锐度呢，让我觉得这台机器在技术层面无可挑剔。但是说到底，这是一台不走寻常路的黑白相机，而且呢，只能拍摄黑白。人们都说啊，逼格不走，黑白凑。这么多人对于黑白摄影乐此不疲，拍摄黑白的难点和乐趣到底在哪儿？黑白啊是属于入门容易，可以让摄影过程变得非常简单。因为从技术层面来讲，没有了色彩，所以之前一些困扰大家的技术问题就通通不存在了。比如说，不同光源下使用什么样白平衡，还有呢大光圈镜头逆光拍摄出现的紫边，还有高感拍摄时候呢暗部那一片片跳跃的彩色噪点。没有了这些烦人的技术问题，它摄影过程就变得非常的简单还有纯粹。而且呢，从拍摄题材的层面来讲呢，我觉得表面看起来更容易了。我比较认同一句话，我忘了是哪儿说了，就是黑白啊比较容易形成统一的风格。我们都不是职业的摄影师，并不会长期拍摄某一个题材或者对某一个项目来进行拍摄，最多就是街头巷尾看见什么拍什么。如果全部使用黑白来进行表达，就比较容易在视觉上形成统一，让观众呢达到在艺术上的认可。这也就是为什么让人觉得黑白摄影有逼格。摄影是为了什么？咱们想想啊，表达美感、传递信息，还有记录感情。从这3方面来讲，我觉得黑白摄影很难，真的很难。因为没有了颜色，相当于摄影师少了一个趁手的工具，没有了颜色，就少了表现情绪的关键因素。在摄影这个艺术形式里边，我觉得好看这个词儿，彩色摄影、黑白摄影之间有巨大的差别，因为色彩本身就是很好看的东西。信不信你把手机里认为最好看的照片做个去色试试，是不是绝大多数照片会变得平淡无奇，甚至有些乏味？没有了色彩，好看就只能通过纹理、质感、线条、层次来表现。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几个因素其实背后实质的关键就是光线。如果摄影师不懂利用光线，无法把物体的质感表现出来，那出来就是灰蒙蒙、死气沉沉的。如果您懂得利用光线，就可以让黑白摄影像一个大筛子一样，把五颜六色的世界过滤提炼之后，再经过摄影师深思熟虑的构图，最终呈现给观众。我在这段时间用下来的感觉呢，就是黑白机对于光线的使用其实还是挺宽松的。通常我们不是太喜欢硬光，像今天这个天气，在黑白摄影时候呢，正好可以把硬光变成一把锋利的刻刀，用阴影和强烈的对比画面呢重新分割和构成。但是在软光环境里面呢，没有了颜色的干扰，正好把观众的注意力放在画面情绪本身，或者是更纯粹的呈现几何之美。总结，这台机器到底要不要买？黑白摄影并不神秘，只是手里的表达的工具不一样而已。好比说画油画和素描，谁也不比谁高级。当然了，你也不用神化黑白摄影，
什么永恒的经典啊，对不对？那只是这半个多世纪前这些拍摄黑白的摄影大师们实在没得选，手里只有黑白胶卷可以用，对不对？如果您玩摄影觉得有点提不起兴趣了哈，可以来一台试试，看看它能不能给您的摄影爱好注入新的动力。因为黑白摄影过程中呢，强迫摄影师必须用黑白灰的思路去拍摄，像什么红色消防栓、黄色快递员，这是没法拍了，换个脑子吧。如果您是摄影小白，其实也不用害怕，这台相机呢，也许是您的救星，您不用担心调色，也不用担心高感，让您呢从纷杂的世界中找到一些安静的小程序，就是它了。好了，今天呢跟大家简短介绍一下徕卡 Q2 Monochrome 这台相机。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请在评论下面给我留言，欢迎评论、点赞、转发。我是大马猫文，咱们下期再见。